记录百万曙光，我是 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一期开箱简评。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是由新鲜猴工作室 Big Bad Toy Store 或者叫 Big Bad Workshop 联名出品的这个铁货架系列战争系列啊。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其实还是就是偏科幻一点点的这种战术兵人。然后这一次的战术兵人的名字叫做这个Skull Crushers， 相当于是碎颅者战术小队。配置方面其实是比较丰富的，后面插一张这个官图给大家去看一下啊。然后看到背面呢，其实是不同的搭载方式，同时呢，这里面的素体呢，基本上跟之前大家见过的 Monster Force 怪物力量系列里面是相呼应的。后续的话呢，他们家可能还会出这种装备包，然后4轮载具，甚至是装甲车、导弹发射车这样的一些装备。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以我目前的家里的空间还有这个经济水平来说的话呢，应该是不会去考虑这种大型载具了。人偶方面呢，因为非常丰富的配件，包括呢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头雕，就是这个头盔头，所以才入手的。那这边呢有一个关于 Skull Crusher 的这个战队的简介，大家暂停一下啊，翻译成中文可以直接看一下。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碎颅者小队队员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可以说是啊，这一次的玩具内容物非常的夸张，林林总总，除了本体之外，还有余下的差不多20-30个件儿，整体的观感来说是非常之震撼的。那作为一个这种高自由度、自由组装的这种兵人玩具来说的话，我觉得目前的这个配件量是非常合格的。那想必很多观众朋友呢跟我一样啊，非常好奇这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呀？其实，在出货前一段时间呢，就是代理商呢，也是官宣了一下，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盲盒的头雕。我们这边反正也是第一手看一下这个头雕呢是什么颜色，看一下。没想到呢，就是最普通的这个纯白配色。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具跟这边的碎颅者常规头雕来说是一模一样的模具，但明显的涂装工艺上来说呢，就更加的简单直给一些。那非常直接的平涂，没有任何字洗的这样一个纯白色，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剩下几个颜色我有空的话呢会贴图给大家去看一下。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隐藏配色，我个人也不知道。如果抽中的朋友呢，不妨把隐藏配色放到评论区，我们大家一起来瞻仰一下。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聊胜于无啊。那么先从配件开始看起来，既然已经看了这个特点头雕了，这次配件方面来说，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配件呢都是比较实用的。那首先呢，非常常规的手型部分，呢成对的手型有握枪手型，然后开掌手型、实心握拳手型，以及这边的这个指挥手型，还有一个点赞手型。个人觉得呢，作为小队来说，如果你买了差不多2-3只，再加上后面要出的这个队长来说的话呢，放在一起，整个战术小队应该可以初具规模，再做一些这种指挥的手型的话呢，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再接下来呢是头盔或者说头雕部分。那首先呢，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的主打的这个头盔头，碎颅者嘛。它有这种骸骨的这个样子，整个涂装的工艺，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赖的。当然呢，美系玩具呢，有的时候比较粗糙，这边的绑带部分呢，多少有一些蹭漆一漆的情况，我觉得稍微自己补涂一下就 OK。呼吸面罩再加管线的部分，然后再给了一整个黑色的脖子，因为这边素体上给到的这个脖子呢是这种白色的。那应该是为了做出一个颜色统一化的区分。那另外一个头雕呢，就是黑人头雕。那这两个头雕呢，和白人头雕、黑人头雕两者呢是同模具，只是涂装不一样。然后在头套上面印出了这个骷髅的下颚。反正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战术装束呢，都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是这边的贝雷帽，贝雷帽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头顶上呢有这个碎颅者小队一个骷髅头，上面有齿轮的这个标志，整体的印刷还是非常清晰的。包括呢这一次呢也是用到了这个喷印的技术，我觉得反正是达到了一般孩之宝 G.I. Joe 的这个常规的喷印水平。
没有太惊艳，也没有说很多瑕疵。再加上这边的这种战术头盔，这个战术头盔呢，其实也是蛮多细节的。首先呢，你自己需要把这个夜视仪固定在上面。不过这种装备呢，在孩之宝 G.I. Joe 的玩具里面也见过非常多。它是用黑色的这个底色，再加上这种深灰色去做这种干扫。干扫完了之后呢，把表面的这个层次感给凸显出来。涂装的工艺呢比较简单，但是也出了效果。配件比较多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也不追究这些细节了。打开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它其实是有上下一个面罩，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监视器，这样一个组合起来的。当然呢，如果你想去替换的话呢，很简单啊，你既可以把这个绑带拿出来，然后套上头去做成这个样子，也可以完全装备。我们看一下这个完全装备之后的造型会不会更帅气一点啊？首先呢，这个口罩这边我们用一下退让的这个方法，搭上口罩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呢又变了，就更加的肃杀一些。整个这个口罩裹得严严实实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分色方面呢，应该还在做的细致一点会更好一些。当然呢，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口罩的话呢，这边还有常规的这个耳机可以插到这旁边的插孔去进行替换。那反正是给了非常多的选择啊。我个人觉得呢，这次的这个配件量真的是非常惊艳，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啊。我不知道现在的美系玩具这种冰人题材，在常规的价位里面，就一盒 Marvel Legends 的这种豪华单盒的这个价位上面，居然会给到这么多的这个配件。我觉得如果每一个配件都拿来玩的话呢，真的是玩不过来，而且视频的时长会非常长。然后另外的就看到这边的武器武装部分，那首先是这把应该叫什么 AK 吗？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一把这个步枪。这个步枪呢里面蛮多讲究的，有一个小把手在这里，弹夹当然是可以摘下来。上面呢也有子弹的刻画，只是没有涂装。备用的弹夹呢给了2个，这2个弹夹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搭载在哪个地方？应该是挂在这边吧，对吧？挂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这边的零件是有点软的，扣上去之后呢也很容易掉，所以就不搭载了。那其他的部分呢是这个特效件，火蛇特效件呢有3种不同的型号，还有一个硝烟特效件。匕首方面的话给了2把，这2把呢其实你有2种插法，一种是放在这种战术背心上，像之前跟大家去聊过的，很久以前跟大家去聊过的这种孩之宝的玩具，这个大兵格兰特，它也是这种倒插在这种战术的背带上面。个人觉得这种搭载方式非常酷啊，而且也是很合理很顺手。你把这边的这个通信器扯掉，然后把这个装安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另外的这一把大匕首呢，我觉得直接插在这个战术的背带后面就 OK 了。整体的观感呢，包括顺手的程度呢，也都是不赖的。我觉得这样搭载是很酷的。两边的这个腰包，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是我个人中奖了？它这个扣子，也有可能就是这样的。它解开扣子之后，弹夹直接滑落，可能更方便抓取。然后另外一边呢是插枪的。可以插这边的手枪，手枪有2种制式啊。我这边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手枪直接插进去，给大家看一下视觉上的效果，还不赖，对吧？整体的观感是 OK 的，有些地方给了一些干扫，比如说鞋子方面。然后聚焦看一下他身上的这些东西啊，身上我个人觉得整个观感还是 OK 的，迷彩方面呢非常的干练，包括呢这里还给了2个肩甲，如果你觉得它这个看起来太过于杂兵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这边的这个肩甲套上去，对吧？虽然需要花点时间，套上去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好的，经过简单的搭载之后呢，这一次碎炉者我就简单搭配完成了。这是一个近战的造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把这边的对讲机拿掉了，然后换上了这边的小匕首。大匕首插到后面之后，正好呢2只手型呢是握持手型，就都给了这2把刀。2把刀上面有银漆的干扫，整个质感还是相当之不错的。中间的这个胸标其实可以扯下来，然后但是它没有给什么其他的不同的部件，包括这些安装点位啊，其实你都可以弄下来，包括这些小腰包啊，你甚至可以换成小的手雷，还有这个
我都不知道这个小零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就是我知道它肯定是安插在身上的，但这个东西既像是一个通信器，又像是一个小型耳麦，但是看起来非常之抽象。这边也有一个类似于挂钩一样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呢真的是名不见经传，但是上面有细节也有干扫。就是我不是军事迷，我不太清楚这个东西具体是干什么用的。有懂行大佬呢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包括呢这边还有对讲机，这个对讲机呢也是分件，可以插在这边，那放到这个胸口呢也都 OK。刚才忘记提到的呢，它还有2个升级版的胸挂，一边呢这看起来像剪刀一样的这个东西啊，背面没做出来，反正你可以把这2个小的弹夹拆掉，然后把这个胸挂卡上去没有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像后面的那个队长一样啊，有2个更厚实的大的榴弹枪的这种弹夹放上去也 OK。整体的这个造型呢是非常不错，当然也有缺点啊，就是它背后呢明明还给了一个孔洞，但是却没有任何可以去搭载这把大枪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安排一个卡扣背枪应该是非常手到擒来的，但是这边没有去做这样一个处理，非常的可惜啊。那既然玩到这里了，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次人偶的可动性。我把这个肩甲装上去，其实也不太会干涉它，唯一能够干涉它、限制它可动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战术背心了。首先头雕部分呢，360旋转当然不在话下。抬头幅度呢，它其实分2段，一段是上面的球头和转轴，另外一段呢是脖子根部的这样一个转轴。那整个活动范围呢跟 G.I. Joe 的差不多，左右晃头呢也都 OK， 不会有太大的干涉。当然呢，这个头盔头会显得稍微有点大，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帅气的。包括后续呢，我应该会在这个眼部呢加一点这种这个透明的漆，让它这个眼睛更加亮一些。然后手臂平台没有任何的干涉，超过90度一丢丢。然后这边的蝴蝶关节外摆内收，大概前后各15度的样子。二头肌的这个曲肘幅度呢，可以轻松超过90度，没有问题，而且还是无孔的关节，那基本上也都做到位了。那胸腰关节的话呢，是2个球形关节。挺胸的幅度呢，在这个干涉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弯腰幅度我们看一下，也不赖。个人觉得呢，基本上没有太受这边的干涉啊，整体的观感 OK， 非常不错。然后呢，下拉关节的这个髋关节 OK 的，跟 G.I. Joe 一样的设计。我看了一下这边的这个关节的强度还有料厚，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吧。前庭幅度呢超过90度一点点，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算是比较丝滑，但是这个地方有点割裂啊，这里面颜色的主体色是白色，所以说整个过渡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穿帮。脚踝前后哇幅度非常大，然后呢还是容易脱出的。我不知道这个设计呢，可能是后续的玩具可能甚至连战术靴子都能换，它可以很轻松的拔出来啊，但是绝对不会一碰就掉的感觉。脚部接地呢，左右幅度呢会被这个裤管干涉到一点。身高方面的话呢，还是差不多16公分的样子。拿出这个 G.I. Joe 常规身高的这个大兵格兰特，我们做一下身高上的横向对比，是一样的啊。放到这个地面上呢，也是一样的身高。所以说呢，完美的适配常规的孩之宝6寸产品线，也是经典的美系的6寸玩具产品线。整个配置方面的话呢，我觉得会比孩之宝的玩具要豪华，当然价格也贵上不少。整个模具的锐度呢，要比孩之宝呢略逊一筹啊。你可以看到孩之宝的这个裤子这个地方的这个纹理刻画，但是这种战术的裤子当然显现不出来。不过我觉得这种腰包啊，以及它的这个战术背心上面，应该可以把它的纹理质感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一些。但是呢，这次的模具呢看不出太多的亮点。总的来说是一款比较耐玩的玩具。如果你跟我一样非常喜欢替换这些配件的话，玩来玩去呢，应该是可以折腾小1到2个小时，再拍一些照片的话呢，是非常耗时间，能够去杀时间的一款就是可动人偶啊。
当然呢，如果说跟我一样只买一只的话呢，后续搭配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主题啊，而且加上这个比较诡异的头盔的话呢，放在以前的这种怪物力量的玩具里面也都是非常合适。这款玩具10分满分的话呢，我会给到一个8分的分数。看在配件量上面来说的话呢，应该是值回票价的。但是主题方面呢，其实主要还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冰人人偶了。那今天百万分享就到这边，我是拖羊的，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了个拜。